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官方账号曾在2022年发布过一段6分钟实际剧情片段，这是一段和蜘蛛精母女一家相关的剧情，其中老蜘蛛所住的蓝房已经被网友们辨认出来了，它就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十四寺大雄宝殿。十四寺原名十四院，是梅氏一族的首目炉，起名有时时思念祖辈之意。后来在明朝，十四院被改名为十四寺，并以此名流传至今。我们可以看这张图，红圈部分就是十四寺区，紫圈是入口，蓝圈是钟楼，绿圈是马仙宫，黄圈就是大雄宝殿，也就是老蜘蛛蓝房的取景地。它后边还藏着个三清殿，右侧没有标记的是梅氏宗祠，这个下期节目我们细说。之后在清朝，这里曾被多次修缮，但岁月侵耗之下仍然是损毁严重，直到新中国时期才再次得到全方位的修缮。我们如今看到的是1985年全面修缮后的版本。如今这一整片建筑群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，也是云中大祭景区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我2024年黑神话悟空巡礼之旅的第一站。这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之旅系列的第9期，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节目。如果从天津过去的话，需要分2段路，那就是先坐飞机到温州，然后再自驾到景宁。那没什么说的，肯定是先奔赴机场，准备坐上去往温州的飞机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临近登机了，才发现自己找错登机口了。真正的登机口在这儿啊！幸亏我看了一眼，要不然这发现就是晚期。一场小小的风波啊，不过现在算是顺利登机了。咱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山海半生漂泊，一叶孤舟。本是一处同飞鸟，余生无所求。空把青丝更白头，清泉无垢照映着我的心。看到本是风是袖。5点多快6点了，前心贴后心了，越开这道上越慌，也不知道那终点那块有没有吃饭的地方。我一直以为浙江省嘛，除了平原就是水镇，没想到也有这么多山路啊，看来还是走的少。再往前开了一段，穿过了无数山路，总算是到了目的地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也饿得快疯了。到隔壁的农家院要了一荤一素2个菜，抓紧开吃。感觉在这边吃到的猪肉都不是很好嚼，可能真正的土猪肉就是这样吧。不知不觉吃完了，吃了2个菜和半锅米饭，一顿花了80块。然后我来到住处，这个地方叫做梅园大酒店，距离十四寺仅300多米，住宿条件如镜头所示，价位大约是150块每天。如果吃他们的特色菜，那还是人多划算，一个人就吃不来了。在这边住宿的话，除了门口那几个农家乐之外，外卖什么的就甭想了，几乎没什么选择。总体来说，这个住宿和吃饭的条件就总结到这儿啊，各位觉得合适不合适，自己可以参考一下。这边的酒店都不供应固定的早餐，头天晚上门口做饭的师傅说给我准备1碗面当早餐，第2天早晨真吃上了，确实是1碗面。吃完之后我们奔赴十四寺，路上我们能看到护官桥，这里是黑神话悟空紫云山的取景地之一，改天出个视频细说。现在我们直奔十四寺的检票口，从门口能买到云中大祭景区的套票，现在的价格是40元，买票的完整说明我拍下来了，要请导游的话可以参考。进门没走多久就能看到十四寺的北山门，它的屋顶是重檐，但被分成了3块，整体是面阔3间，是4组柱子把门分成了3个部分。这么远远一看就很像是4柱3门3楼的牌楼，不了解的朋友可以看图，红字为柱，黄字为门，蓝字为楼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这有一根大肚子木柱子，看过我地坛视频的老粉都知道，民居门口常有抱骨石，这个木柱子的下端就是按照抱骨石做出来的，它一般被称为木抱骨。再看匾额下面那俩凸起，这就是雕花的门簪，和地坛民居那边刻着厚德载物
部4个字的门簪本质上是同一类东西，因为鼓声音大，所以放门口，有靠声音挡邪挡鬼之意，故名门当。上面门簪的数量常是2个、4个成对，故名户对。人们结亲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家境近似的亲家，这便被称为门当户对。现在我们不难发现，这座石狮寺的北山门是兼有牌楼和民居的特色，怎么看怎么不像寺庙山门。至于为什么这么设计，咱们刚才说过了，它原本就不是个寺，而是梅氏家族的守墓庐，所以又像牌楼又像民居大门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游戏里有个场景是一对人头灯笼在高呼大喜，但这个视角根本分辨不出来是哪儿。我根据前面的门当户对判断，那个大喜所取景的门大概率就是这个门。等将来游戏出了，我们再去验证不迟。14寺山门往后是2棵古老的刺柏，其中1棵已经倒下了。根据部分专家考证，这2棵刺柏是中国现存最为古老的刺柏，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然后我们在前方的岔路口向左转，选择14寺方向，就能抵达14寺区域。在我们巡礼之前，有个传言，我需要先和各位朋友们证实一下。我恍惚听好多人说过，说14寺这仨字不好念，其实上点难度稍微练一练，你们人人都可以的。14寺外44个石狮子，14寺里44棵死色柿子树，14寺外44个石狮子吃了14寺里44棵死色柿子树的4个柿子，14寺外44个石狮子让14寺里44棵死色柿子树的4个柿子给色死了。每天练几遍，你就好念了。走进14寺的南山门，就能在左前方看到马仙宫，这是清朝后家的建筑。所谓马仙，指的是当地的神仙马夫人。这位马夫人原本是景宁县的一位贫苦之女，就靠织造麻布来奉养老人，后因孝行感动上天，所以飞升成为神仙，并且在附近拥有较为广泛的信众。然后我们往左后方看，能看到14寺的新京钟楼，这是明朝加盖的建筑。因为十四院从明朝时期变成了14寺，所以才添加了钟楼。这座钟楼上下共有3层，屋顶为歇山顶。你看屋脊有一个很明显的弯折处，像是歇了一下，所以叫歇山顶。如果是直接顺下来的，那大概率就是悬山顶，小概率是其他顶。那么这座钟楼为什么叫新京钟楼呢？因为它楼上有一座千金大铜钟，上边刻着新京全文，故得此名。但我走进钟楼之后，却发现楼梯被锁住了，也没法登上去，所以也没看到这座铜钟。但却在钟楼的底部发现了一块文旅局领导的植树纪念碑，这是1993年的老碑，猜测附近的小树就是他们当初的植树成果。至此，我们略说完了马仙宫和钟楼。如果将来他们在黑神话悟空里出现了，到那时我们再细说。然后我们进入本期的重点目标，也就是14寺的大雄宝殿。我们之前说过，这座建筑始建于宋代，当时叫14院，而且只有1间屋子。后来在元朝时，梅氏族人将这里全面扩建，后来在明清2朝，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，所以它实际的零件是元明清3朝的产物。所以现在我们通常将其视为元朝建筑，甚至把它列为浙江省的3大元朝古建之一。我们先将14寺的大雄宝殿和游戏场景进行细节对比，然后再说说游戏做了哪些魔改。我们先来看屋顶，游戏视频中根本看不清屋顶什么样，但是戒网 MV 里有航拍视角，那好啊，他航拍我也航拍。这时候我们不难发现，这个屋顶和游戏中一样，都是重檐歇山顶。然后看游戏视频中的这个区域，在现实中它就是建筑的斗拱区。斗拱是中国古建中的重要元素，它上承梁下依柱，是重要的承重部件。经常看我北京系列视频的朋友一定对太和殿不陌生。你看太和殿的斗拱是这样的，但14寺的斗拱就和前者完全不一样。14寺的斗拱去掉了横向的木头，也就是横拱，因为唐宋乃至元朝时期斗拱个头都大，加了横拱会臃肿不美观，所以去掉它。这在营造法式中被称为偷心造。而明清时期的斗拱个头都小，横拱在不在的不碍事，这个做法叫忌心造。然后看游戏中屋檐的檐角翘起的弧度较高，现实中也是如此。这种造法在南方多雨地区，包括我之前去过的四川礼峰观、眼前的14寺，还有未来要出的福州陈古祖庙，你都能看到近似的构造。这样的檐角可以弹开部分雨水，以保护下方的构件，从而延长建筑的寿命。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位置，这是老蜘蛛房间的墙和窗户，在现实
实中的画风也是相同的。石狮寺的外墙就是纯白的配色，没有任何花里胡哨，这反而让它多了一份清幽古朴的气质。而石狮寺大雄宝殿的窗户用的是正方格，在某些大型古建群中，这种正方格有正直清廉的寓意，若将此寓意视为梅氏先祖对后人的谆谆告诫，倒也不为过。然后我们走进大雄宝殿，去看一看游戏中尚未演绎到的场景。站在大殿中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黑底金字的大雄宝殿牌匾，下边曾经供奉过神佛，如今这些偶像俱已不在，颇有末法时代神佛陨灭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看脚下的石柱础，有的带莲花纹，有的不带，就分出了好几种样式，有一种时空交叠的错漏感。然后我们往后走，还能在后边看到一个和马仙宫近似，也就是拥有很多柱子的小殿，这个是清朝时期加盖的三清殿，曾经供奉过道家的三清，把它和前边讲孝道的马仙宫、供过佛的大雄宝殿加在一起，正好是集齐了儒释道三教元素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石狮寺区域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官网的游戏原画。石狮寺的大雄宝殿原本只是一座建筑，但在游戏中两侧增加了房间，乍一看还以为是前出爆炸了，但是为什么要魔改成这样呢？如果看戒网 MV 的这个场景，我们就不难猜出游客的用意。这是一套2进院落的四合院，红字分别标识出了1进和2进院落的终点。为了方便解说，我们找个真正的四合院来当案例。虽然我常去北京，但我还没完整看过一个2进院落的四合院，偏偏今天还得用，只能找个山东2进院落四合院救急一下。我们今天选用的案例名叫玉宾府，位于山东济南大明湖的南侧，全价票10块钱。然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为什么游客要魔改？因为中间的大雄宝殿所在的位置一般是用来充当客厅的，两侧额外接出来的卧室才是给人睡觉用的。既然石狮寺的大雄宝殿被改成了客厅，那么我据此猜测，游戏中老蜘蛛的蓝房客厅大概对墙上有书画，下边有桌椅，说不定还有可以打碎的瓶瓶罐罐，卧室里应该是有床的。另外在四合院里，坐北朝南的屋子一般被称为正房或上房，住的都是长辈，为了老人家如厕方便，厕所一般都在上房附近，所以如厕这个事儿也被称为上厕所。而东西两侧的屋子则被称为厢房，一般都是住小辈，当时做饭这类的事情都是小辈或者仆人完成，所以厨房通常都靠近下房，因此做饭这个事儿也被称为下厨房。当然在末法时代就不一定是谁做饭了，说不定都一起点外卖了。到这里我们本次的巡礼之路终告结束。这场旅途原定的终点本来只包括石狮寺大雄宝殿这座元代木构，但这一路走来却看到了好多额外的风景，这便是本次旅途的意外收获。在我未来的视频中，无论是黑神话悟空的巡礼之旅还是其他的视频，我都会在目之所及的范围之内，结合过往的全部见闻，把我的思考和总结糅合进去，从而带来独一无二的解说体验，敬请期待。独立小桥等风满袖，去年此门一桥，也等